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先分享黄宏彦老师一个体会哈，说题目他有个小题目哈，说静心修己哈，鼓励儿子善待他人。那这个他说：“亲爱的李老师你好啊，说告诉您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说昨天呀得知我有机会评副高，然后呢昨天晚上我朋友夫妇就跟我一起整理我的材料。”然后我发现我的一部分材料不见了，说当时我是想着可能放在学校了吧，但这么重要的证件不可能放学校呀，我就不多想了，就找不到了。说今天早晨，起来呢就跟着王梅老师发过来的音频400讲，在不在一直都在这一刻啊，就是我听这一刻，说我全身放松，这本来一直都在呀，说连着。这个您的信息连着宇宙虚空的信息，很快就进入安静的状态。随着锻炼的不断安静放松，我就漂浮在好像这个虚空之中了。说准备结束的时候啊，头脑突然闪现出，我的材料掉到柜子箱子的下面去了。就是安静突然闪现这个念头。等锻炼结束以后，我把箱子拉开箱子，一看箱子底下掉到里面了，材料袋果然在那儿安安静静的躺着呢。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感恩感谢您啊！说此生能学习传中国传统文化，真是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哈。说暑假静心安心的锻炼，觉知每一个当下，好好的对待家人，每天坚持写鼓励帖，给自己的儿子，就鼓励自己的儿子哈。每天都是看见他的好，变化非常非常大。等下他又跟爸爸去一个乡镇帮人家清洗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抽烟机说太美好了。是想好的、看好的、说好的，每天美美的发慈悲心。就你每天自己都很安静、很祥和，想好的、做好的、说好的，一切都是好的，那么整个家里面也都跟着美美的变得越来越好。而且他特别强调，特别讲了这故事，他自己东西找不到了，着急也找不到，那不找了，然后安静静，突然出现念头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这样的一种这样的经历，苦思冥想得不到，你突然之间，想起在什么地方了？他就是安静，知道掉到了箱子底下了，果然在那儿。所以这个安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讲这个安静，其实我们两岸社会一直讲这个，一个是爱，一个是安静，用不同的方法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进入更深的这个安静。所以今天要讲这个内容也是一样就看看我们通过，比方说我们打坐的时候，或者是站桩干什么的时候，打拳的时候，你总是有杂念不停的飞来飞去。虽然我们用了很多方法，但还会有。但我们想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大家从底层就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当你有杂念跟没有杂念的锻炼，那种效果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说有杂念，本身也是一个锻炼，但你锻炼的它不出来了，真正进入那个很深的那个境界之后，那又是另外一番天地了。那今天想说的一个什么内容呢？大家注意我们平常我们的大脑，当然这个大脑它不完全就是说思考，它有很多功能了比如说我们讲大脑一个功能就是要思考，当然思考呢它又不完全是大脑的功能，从中医上讲那还有心的功能。大脑，但是呢我们平常一锻炼的时候呢，一想念都是脑子里面，大脑是这个头脑管不住头脑了，说要用心不用脑，当然这个脑不单纯是个肉体这个脑所以这儿的大脑我用个引号，说大脑它只是一个器官。大家注意你只要有这样一种认知，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很深沉的关于这样很坚定的认知，大脑只是一个器官，那么待会儿我给大家解析为什么你心里面对这个有清楚的认知之后那个杂念就可以少很多。其实不是杂念少很多的问题，就是你自己那个觉知力就可以强很多。这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平常我们的杂念为什么那么多？它本质原因在哪儿呢？其实本质原因就是说，我们平常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什么呢？
我就是我的思想。你每天想什么事儿，想什么事儿，当你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我就迷到你所想的这个东西里去了，就认为我呢就是什么，我就是我的思想，那我在想嘛，我的思想，这我呢就等于是我的想法。我说一件什么事儿，别人反对这件事儿，你怎么反对我？其实别人并不是反对你，而是反对你说的这个事儿。但是我们大家都认为我想的这个事儿，我说的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不是说清楚这意思没有啊？我说一个，我想到一个问题说出来，别人说，哎呀，这个不对，你干嘛说我不对？其实人家没有说你不对，是说你这个想法可能和这个事实不相符合。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就把我跟我的想法，或者说我跟我的头脑，就认为什么呢？它是一个东西。其实是什么呢？大家要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大脑是什么？大脑是一个信息处理的器官。大脑只是一个器官，信息处理的器官，它不是我。它是一个信息处理的器官，它本身的功能是什么呢？就好像电脑一样，它本身的功能或者是默认的状态，就你一出生之后很自然的默认的状态就是什么呢？它在不断的扫描环境，通过什么扫描？通过眼睛扫描，通过耳朵扫描，听啊、看呀、闻，感觉扫描环境，获取信息。它默认的状态还有什么状态呢？回忆过去。就大脑默认的，我们用电脑这个词儿来说哈，它默认状态就是它可以回忆过去，还可以畅想未来，特别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东西呢？它不但能记住很多东西，而且它还会什么呢？根据头脑中已经知道的、已经记住的东西、已经认可的东西作为标准来去什么评判、来去分析。大家注意哈，这是大脑的功能。我们一出生之后，我们有了这个大脑，进化到了人类。人类跟动物不一样了，因为人的大脑跟动物大脑不一样。动物大脑它可能不能够进行这么很好的这种什么，回忆过去，谋划当前，然后谋划将来，等等等等，这样它不会进行这么好的功能。人有了大脑，它的默认的功能状态就是这样的状态。每天扫描环境是干什么呢？是收取信息，然后在身体里，在头脑里面呢，回忆、加工、处理它的处理信息，然后呢，再往外发放信息。这是我们大脑默认的这种功能状态。好了，你锻炼的时候闭着眼睛了，你想了，我不去看外面的了，不去听外面的，就好像我要锁住这些信息来源的渠道了。可是呢，那个就好像大脑是个后台哈，我们讲后台程序，那后台程序它没有关，它反而更加活跃，它要找东西呀。所以有的时候不锻炼的时候反而没有杂念，一锻炼反而杂念出来了。其实不是杂念出来了，因为你不锻炼的时候，你不断的扫描外面，注意力在扫描这些东西，你没想到里面有杂念。好了，一锻炼，一闭着眼睛了，对外面不去扫描了，里面东西反而显现出来了，那个后台程序在那乱了。我表达清楚这意思没有哈？所以大脑它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你要这么去想大脑只是一个器官，那谁在想大脑是一个器官？那就往后靠了，就离开大脑了，你就和脑有距离了。大脑只是一个器官，我不是我的大脑，我只是拥有一个大脑。这个我一下子和大脑怎么样？有距离了。我不是我的大脑，大脑是我的器官，我只是拥有我的大脑，我只是用我的大脑，我有这个大脑，我用这个脑去思考，去搜索信息，去回忆，去干什么？这些都是我在用大脑干事儿，而不是我就在那里面。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哈？这一下子呢，你看起来很简单这句话，但其实拥有巨大的力量。什么样巨大的力量？就一下子把我跟我的大脑分开了，就从人对大脑的就是沉迷进去了，迷的大脑一说
它只是我一个器官，我只是在用大脑。你只要有这个很强烈的认知，很坚定的认知，你就和它分开了，就去中心化了，就把大脑从主人的位置怎么样请下来了。你不是主人，让它回归到工具或者器官的角色。它只是工具，只是个器官。但是大家注意，这个大脑你用了多少年了？10几年、20几年、30几年、40几年，就用了7、80年了。就好像你的身体是一个公司，是一个工厂，这个大脑是个老员工，他在这工作太长时间，而且这个老员工呢，过去呢，这老板不在，老板不知道老板，那个老员工天天干活，天天干活之后，他就认为什么？我就是这个公司的这工厂的老板，我就是主人。现在突然主人出来了，说说我不是主人，大脑说怎么你是主人，我不是主人？他来一个真正的老板来了，说这才是我的公司，我过去我不知道，现在我突然意识到了。大脑这个老员工他也不干的心里想，我在这用了这么多年，都是我在这指挥，我在这做事，怎么你突然来了？你就成老板了，你就成主人了，我就不是了。他不愿意把这个权利放下去，他总会来什么呢？总会来干扰。因为我在这用了这么多年了，你突然来了，但其实那个突然来的那个东西用的更长时间，只不过过去他没有觉知而已。过去本身这就是主人是他，是内在那个觉知，能够意识到大脑只是一个器官的那个意识到那个觉知，那才是真正的主人。只不过那个主人他不会说什么话，大脑唠唠叨叨会编故事，所以呢，你就容易迷到那个大脑里去，所以大脑他就不甘心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但是你要认识到，我有一个大脑，大脑会思考，而我呢不是思考。过去认为我就是思考，现在认为不是，我是一个观察者。我观察到大脑在思考，就好像我观察到那个肝脏在运行，胃在蠕动一样。胃是个器官，你不能说我就是胃吧？为什么？胃在这儿消化食物，肠道我看这个工作，心脏在蹦蹦，肺在呼吸，这是我的器官。肺在呼吸，心脏在泵血，肝胆各个内脏它在各自干各自的事儿。这个鼻子在呼吸，眼睛在看东西，耳朵在听东西，这都是我的器官。大脑在想东西。它和胃在消化食物一样，它只是我生命活动中的一个器官的一个功能。只不过这种功能呢更特殊一些，别的功能就在身体里面进行，它需要对外。所以平常呢，我就认为我就是它，其实不是我在后面呢，我在更深的那个位置。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啊？掌控权不是这个生命的掌控权，不应该是这个喋喋不休的头脑，而是什么呢？能够意识到，能够觉知到你正在思维的那个觉知。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你只是个器官，你在思考。那么意识到这个就好办了。那如何在锻炼的时候，或者生活中去解决，运用这样一个思维，去解决自己所谓杂念的问题呢？比方说，我跟大家提这么几条，比方说我们一要锻炼的时候，比方打坐或者竖立之前，或者是静坐之前，马上告诉自己，今天我坐在这儿是来观察的。我的大脑会工作，它会造作，它只是一个功能，它不是我不是他，我只是知道他在工作的那个人。我在这安安静静的，心脏在跳，肺在呼吸，我都知道。我不能说你别跳吧，你别呼吸吧，肝肠胃都在运行，血我不能说你都不动了吧，这是他本来就会的呀。
但是我知道就行了，我不能迷到那上面去。这个头脑它本来它就会思考，我不能说你别思考了，对吧？他思考那是他的事儿，他思考就思考，他思考，大脑在想东西，大脑在编故事，我知道就好了。我知道他在想东西，但不迷在上面，不随着他走。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不住在上面，一呆。就像我也不去反对，你怎么又思考了？那你就好像你怎么心脏怎么又跳了，对吧？心脏跳，它本来它就应该，不然你没有生命了。头脑它没有思考的话，你成植物人了。它就是能思考，而且我们还需要有智慧的大脑。你不是说我们反对不要大脑，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你不能迷到大脑上，你失去了自己。你知道大脑是一个器官。首先你锻炼之前就有这样一种认知，那就好了。他只是在工作，他想工作，他本来他就会这样的。大脑本来那个状态，一出生之后，默认给大脑的状态就是到处扫描信息，不会扫描了，但想信息。过去扫描进去的，在那想想，编故事干什么？是他善于干的事儿，他愿意干他就干，我不管他。我还是回到我的你不能干。他会想故事，我跟着他跑了，想的故事真好听啊，真好玩，那你麻烦了。就像心脏会跳，哎呀，你快跳，我怎么跟着你一块跳，对吧？你不会，你肝脏、肠子怎么消化食物，你也不会说跟着他，我就是他。我说清楚没有？现在这个时候就把大脑跟其他的器官当成是一样的，功能也当成是一样的。其他器官的功能，你不会认为那功能就是我；大脑思考的功能，也不能认为那思考就是我。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哈？这是第一点哈。那么第二点，比方说，当你在锻炼的时候出现了杂念怎么办？刚才知道他在思考，这念头老出来怎么办呢？你可以给他怎么样？给他一个定义。这时候可以给定义，自己给自己下定义，给他命个名，给他贴个标签。比方说，出现了一个，哎呀，明天干什么去啊？这个大脑在思考了，明天该干什么去？这你知道大脑在思考这个事儿。思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是计划。他明天有什么计划？他能想，哎呀，昨天那个事儿，或者是去年怎么样，再或者回忆过去了。那一般人呢，一回忆，跟着回忆进去了。现在不知道，大脑在回忆，这些内容是回忆。我声音清楚没有啊？回忆。哎呀，那个人怎么做那个事那么混蛋呢？大脑在评判，而且这个时候他有怨恨。你就把你头脑中这些事儿，你做一个旁观者去客观的分析它。你可以给他定义之后，他干这个呢。哎呀，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工作，这个方案做的合不合适，老板满意不满意，或者是我说这个事儿做的好不好有的时候你想，哎呀，好不好？你跟着好不好，担忧进去了，你生命就融到那个担忧里面去了。现在回来了，这是大脑在担忧。大脑在想过去的事，他在想一件事，他在担忧，在恐惧。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首先，第一步，一有念头，大脑想这个了。你和大脑就有了距离了，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就像那个孩子，这孩子这会儿玩这个玩具，这会儿又干这个了。你在旁边，你看着他，你是观察者。说清楚，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怎么办呢？就是提醒自己，这不是我，这是很坚定。回归，这不是我，是大脑他在干事儿。更加清楚的回到这儿去，
更加清楚的去觉知你那个意识、那个觉知和大脑之间的距离，或者说和大脑之间的空间有空间，我是分开的，是分开的。但这个觉知呢，有时候还不容易把持，就像刚才说那个老员工啊，他力量很强大，一会儿把你拉走，你还得回来。那更好的回来怎么办呢？这一步上说，更好的回来，他在干这个事儿，我不能随着他走，不随着他走怎么办呢？我做我的事儿，做什么事儿呢？温柔的去觉知，比方说，觉知自己的呼吸，心息相依，觉知身体的感觉。但这个觉知要轻轻的，轻轻的，你不能说大脑是哎呀，我使劲我觉知呼吸，你一使劲儿，其实又是大脑的使劲儿，又不对了。哎，轻轻的觉知呼吸，就有点像什么？哎呀，像那个羽毛落地，没有强迫感，强迫自己，哎，我一定要觉知，也没有挫败感。挫败感什么意思？就像那个大脑，它怎么老想东西，没有这种挫败感，回来。对，是第一步，命名。这是回忆，这是规划，这是评判，这是愤怒，这是怨恨，给它命。你命名，你就离开了。那是大脑，我是我。第二步回来了，接着更加坚定的，我得觉知，让这个我在觉知上，觉知生命活动离开大脑这个位置方向上更加远，更加坚定。说清楚意思没有啊？要这么去做。那么生活当中呢，锻炼的时候是这样，生活当中其实也是如此。生活中，比方说你一想到呀张三那个人，哎呀这个混蛋，一想这比方说这混蛋，呀全身气得要命，以后见他我不理他了，你就把你的生命迷到这个他就是个混蛋上，迷失了自己。就是现在怎么我的大脑在评判，在分析说张三是个混蛋，你又离开了，你谁在想？这个大脑在做，大脑是根据过去发生的一件事儿在评判，说他是个混蛋。你离开之后，你就冷静了呀，那个事儿真的就是他的错吗？过去他那个事儿，他现在还是那样吗？你就冷静下来了。说你不要被什么冲昏了头脑，冲昏了头脑就迷到里面去了。你离开了。这是头脑在想大脑想起他过去做的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是大脑现在在给我提供一些建议，提供一些素材，告诉那个人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儿。大脑给他下的定义呢，是他是个混蛋，他不一定就是混蛋。我得做决策，不是让大脑去做决策，我那个心要做决策。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妻子也好，丈夫也好，他怎么正干这个事儿呀？大脑在想他怎么干这个事儿，他让我干，让我继续生气，那我要想，那个事儿是昨天做的，我今天还需要继续生气吗？他是那样做的，我需要跟他一样去做，针锋相对，让这个家搞散了吗？我得往后退一步。我说清楚没有啊？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一想一个问题的时候，一想问题一想迷进去了失去自己，还说你失去理智。大脑在想这个，我要理智的对待它，那只是大脑在给我提供建议。大脑好像在给我吹耳边风一样，吹脑内的风，他在给我吹，让我听他的。
因为大脑是个老员工啊，他一直用我的身体去打架呀，去跟人吵架呀，干什么事儿？哦，现在不能让他用了。我意识到你只是一个器官，你是个老员工，你工作的时间再长，你也不是我生命的主人。生命的主人是我内在这个完整的心灵。我说现在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一种体会。你只是一个器官，大脑你只是根据你认为的你过去得到的知识受到的教育来分析判断一件事情。我有这样的大脑，这样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个人有那样的大脑得出另外的结论，谁对呀？那不一定就是我的对呀。所以你得多吸取听别人的意见呀。是兼听则明啊，因为我的大脑，这个大脑得到的这些信息是片面的，那个大脑可能也有片面性，那个大脑也有片面性，综合起来，可能就完整性就强一些。为什么要谦虚啊？你要认识到这个大脑它是有局限性的，这个大脑在我身上是我的器官，那个大脑在他身上是他的器官。但你要借鉴，就好像这台电脑、那台电脑、那台电脑联网了，信息就多了。谦虚不就是这样？你要去连，你得虚才能跟别人连上啊。但首先你要认识到，我这个头脑只是一个头脑而已，一个器官而已，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非常大的局限性。我不能认为我的头脑就是一切，我就是对的，我就是怎么样，你们别人都不行，我就最厉害。那么是不是很多人我觉得你看我多么强，我是迷到那个大脑里去，因为那个大脑他总喜欢，我是个老员工，他必须摆出一定的状态来，我怎么样才能显现出他什么？我对身体，这个身体是我的，越不是他的，他要享受他得虚张声势。大家想是不是这样？表现人到处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其实呢，你越虚张声势，说明你底气越不足，因为它本身不是你的，不是所谓那个头脑那个我的。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所以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大脑又给我提供建议了，你怎么说呢？谢谢你。大脑现在让你去吵架，谢谢你，现在不需要。大脑让你谢谢你，现在不需要。大脑只是工具，我是使用者，大脑是思想，我不必是思想。喧嚣啊，在外面啪啪在流动，寂静在深处，我是那个深处的寂静。但是也要告诉自己，这旧有的习惯，这老员工他在那待着根深蒂固，要调整它是需要时间的。当然有的人一切明确了之后，当下顿悟，当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有的人多数是需要时间的，需要老员工你马上把它剔除，那不太现实哈。所以承认大脑是个器官啊，大家注意哈，并不是否认大脑的价值，绝不是否认大脑的价值。我们需要有个聪明的、智慧的大脑，理性的大脑，需要有一个非常通达的这种大脑。但是我可以说健康的、聪明的这种思维对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生活中各种发明创造生活美好，不就大脑的作用吗？它对生活至关重要。我说的意思什么呢？说大脑只是器官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就反对什么呢？把你的对思维的这种认同、思维的盲目的认同和失控。大脑想什么事，气得要命，你失去控制了，还是疯了、失控了，那就不对了。我们要清醒的认知到，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大脑，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但是我是对大脑有觉知，我是自控的。你不然你太聪明了，什么都聪明，什么都能干，你心灵对它没有控制了。你看现在争名逐利，或者说用高科技那些犯罪，现在不经常讲是聪明的野蛮人吗？脑子越聪明，对他没有失去良知的对他的那种监管，那就麻烦了。
我表达清楚的意思没有啊？所以最终其实我们不是说最终的锻炼要管理好大脑，而是什么呢？安住好那个能觉察大脑的那个觉知，那个我，那个真正的我，那个真正的心，让那个我从大脑里面怎么样出来？这是真正的主人呢，他是清净的，是广大的。这个时候，生活中也好，干什么事，工作中也好，大脑依然会工作，依然会，因为没有我的迷入，它反而会工作的更好。就好像打球一样，没有说我一定要赢，它反而怎么打球打得更好。你越想赢，可能越打不好了。没有我的这种盲目的介入，盲目的或者说没有这个我的迷失，大脑会怎么样？依然会工作，可能还会工作的更好。你没有迷失，你就不会被它主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你在那静坐或者竖立，不再是什么呢？你和杂念的一场战争，总是要跟它斗争，而是一场什么？回归本然安静的旅程。认识到大脑在想东西，你就回归安静了，回归安静了，好吧？现在我们就开始哈。安静放松。大脑只是一个器官，脚分开，大脑只是一个器官，它和心肝脾肺肾一样。和胳膊一样，两臂慢慢上抬。我对胳膊有觉知，但我不是那个胳膊。我是那个觉知。这个觉知不单单可以觉知到胳膊，还可以觉知全身。身体微下蹲，觉知全身放松。一松松到无限的虚空之中。这个觉知可以到无限的虚空，
所以这真正这个我，这个觉知是无限之大的，而这个头脑是很小的。身体微下蹲，安静，百会上领，全身放松。大脑只是一个器官。我树立在这儿，我只是观察来了，觉知来了，觉知全身的变化，也包括觉知大脑的思维。每当有念头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大脑在想东西。这个念头是什么呢？是关于过去的，或者将来的，或者是想事儿，或者还有评判，或者还动了情绪，有怨恨，你就给他一评判，你在这给他一定义，他就消失了，你和他之间就有了空间了。内心深处明确，那只是大脑功能。然后，那个觉知要回到生命之中，回到呼吸上，回归心息相依。但是回来要轻轻的，是那种干干净净的，是很直接的。内心深处明确，大脑只是一个器官。大脑的功能是思维，真正的那个我，是比思维更深的那个存在。
会上脸，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氧气。静坐静养，大脑只是一个器官，保持安静，自己安排休息的时间。